嗨，大家好，看到这场景就知道今天又要汇成影片了。这一集的题目是目前就有0 V1 到 V5 五款的解说比较。其实这个主题在别的频道也有做过，经历过这一波 Virgin Series 的复刻，详细的体验过每一款990之后，我想要用自己的心得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次。因为影片想要控制在10分钟左右的关系，我会针对脚感以及尺寸的选择做重点的说明。如果看完影片觉得我的分享还不错的话，也请记得帮我按个赞。在影片的最后会公布我们频道最新的抽奖活动，抽奖的题目会跟今天的影片内容有关，也请一定要仔细收看。首先是在1982年第一次登场的990 V1， 作为满分1000分能拿到990分的第一款，所有的设计开发都要经过 New Balance 的大老板同意才能进行。990 V1 使用当时主流的传统鞋型，高级质感的麂皮再搭配透气性良好的网布，是目前5款990之中重量最轻的一款，再加上不会粉碎的中底及 Vibram 大底，都让这款鞋成为一个经典的存在。通常会坏也都是从鞋后跟的 3M 区域裂开就是。脚感的部分，990 V1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会把足弓区域整个顶起来，让鞋垫跟脚底完完全全的密合。除了提供良好的支撑性以及抱负性之外，耐久走的程度也让我给990 V1 有非常好的评价。尺寸的选择部分，当年的鞋型设计都是要紧密贴合，让鞋子完全变成每个人脚的形状。所以若选择原本的尺寸时，会感觉到脚趾直接顶到鞋子全圆，偏窄偏小的感觉。若是一开始就拿大半号，以现在大家比较习惯的宽松感来作用的话，大概穿一阵子之后，就会觉得整个鞋子会过松，变得不跟脚。这时也只能将鞋带绑到最紧来进行调整了。喜欢传统鞋型的朋友，990 V1 是你最佳的选择。990 V2 就是一双很帅的990，讲完了没了。针对这最帅的990，我还是要来详细的解说。当时在依序推出997、998、999的型号之后，大家都好奇下一款主流的 New Balance 会采用怎样的型号。编号又突然回到了990，只是加上 V2 变成了990第二代。在1998年第一次登场的990 V2 是990系列第一次以高科技感的外形来呈现，采用了小 N 的设计以及独特醒目外形的 Absorb 中底，让 V2 成了最帅最吸睛的990。当初就是因为听到990 V2 的脚感很不好，所以我是一直到这一次 Virgin Series 复刻才第一次购入 V2。脚感真的就如大家所说的很硬很难穿，不过这也是 Absorb 材质的特性，吸震之后就相对少了 Q 弹，真的要穿很长一阵子才能体会它的好。可能还有更难穿的鞋型存在，所以第一次穿 V2 时，我觉得其实还蛮 OK 的。V2 的作用感跟1300有点类似，后跟会比较高，而前掌比较低。换了 RCP150 鞋垫之后，能让脚感有比较大幅度的改善，却让前倾感更加的明显。尺寸的话，参考大家的建议都说2019年以前出的版型比较小，需要拿大半号，而今年复刻的已经针对版型做了一些调整，所以拿原尺寸即可。可能因为中底比较重的关系，990 V2 使用了相对比较薄的材质来构成整个鞋身，在夏天着用时还是会觉得闷热，透气感不好。不过帅就是100分啦。有看过先前我做992、993比较那一集影片的朋友，大概就会知道990 V3 是承袭了993的设计来进行改款，在2012年登场，变成了第3代的990。除了鞋舌改成菱格压纹有很高的识别度之外，鞋后跟的 NB logo 小贴片以及草写的 Made in the USA 字样，都是 V3 让人可以一再观察把玩的小细节。990 V3 在大底足弓位置采用了碳纤维板的设计，再加上中底使用了 Revline 的材质，两者的加成让鞋子的重量大幅减少之外，也让990 V3 有很好的弹性、支撑性以及爆发力。脚感部分是5款之中觉得最 Q 弹的一款，着用起来会觉得脚掌前段以及脚踝的部分被鞋子以一种很像三角形的区域固定住，尤其脚踝的地方感觉有被好好贴住，很保护的感觉。脚掌前部宽大的空间也让脚趾可以完全的伸展。采用的网布其实在强风的时候是会直接吹进鞋子里面的，但比较可惜的是鞋身材料比较厚重的关系，虽然让鞋子呈现由上等材料堆积出来的高级感，但相对的就比较没有那么透气，
尤其在天气晴朗的时候，若没有一直走动让热气排出的话，相对就是会觉得异常的闷热。同时 Q 弹的脚感虽然很讨喜，但若是久走的话，其实还是会有点累。尺寸的话，建议照原本的大小拿即可。整体来说 V3 还是990五款中有着非常杰出的存在，尤其推荐给喜欢 Q 弹脚感的朋友。2016年推出的990 V4 算是针对 V3 的改款，鞋身的地方将合成皮的部分嵌入网布区域的设计，让整体的外形变得更加的立体。在鸡皮颜色的选择上也略显偏白。V4 的网布改成将银色亮线织在第二层，变得没有像 V3 那么闪亮，整体搭配起来呈现出一种科技金属的冷冽感。V4 也是第一次采用反光板大 N 材质的鞋款，在鞋舌的地方改成了美国国旗标以及皮革材质的束鞋带，大量增加了网布的区域。中底部分则使用了 Activa 材质，尽量让鞋子保持轻量化的设计外，也维持了 Q 弹的脚感。若说 V3 的 Q 弹是100分的话， V4 虽然没有使用碳纤维板，但改造后的中底也仍然保有95分的 Q 弹度。大底改成菱格条纹的设计，也大大提升了抓地力。脚感的部分除了 Q 弹之外，使用厚实的鞋身材料，让 V4 能保有良好的包覆性。我觉得最明显的地方就是把 V3 那种束缚感变成相对比较开放的感觉。如果说 V3 的包覆感是三角形区域的话，那 V4 就变成比较四角的感觉，脚踝的地方被放开了，左右的感觉犹如像被四方形平台托起脚掌部一样的开放感，非常的平稳好走。V4 网布一样也是风灌的进来，但晴朗天气时也有闷热的问题。尺寸的话也建议照原本的大小拿即可，推荐给喜欢平稳且具有开放脚感的朋友。2019年推出的 V5 算是承袭着 V3、V4 设计来的改款，外形有别于 V4 的立体感，采用了更简洁平面化的设计。鞋身的990字样变小了之外，鞋后的 logo 也直接改成 V 来代表第5代，中底上的 New Balance 字样也简化成 NB 的小 logo， 鞋带的部分改成了比先前 V3、V4 略粗的鞋带，两侧的 TPU 算是 V5 识别度最高的区域，提供了更稳定的包覆感。中底部分除了 Ankle 之外，也使用了 Activa Light 跟 Absorber 的材质，算是集当前 New Balance 的著名科技能力于一身。不过相对的，鞋子的重量也是5款里面最重的。比起 V3、V4 那很容易灌风进来的网布， V5 相对的就阻隔了冷风灌进脚底的这种状况，但又保持了一个很好的透气性，即便穿着在办公桌前长时间没有动，也不会有像 V3、V4 一样的闷热感。V5 的脚感有别于 V3、V4 的 Q 弹，可能是因为使用了 Absorber 材质的关系，相对是一种偏硬的中底上垫了柔软鞋垫的感觉。V5 鞋内使用的超软 Osolite 鞋垫，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作用感。脚刚踏入鞋内，踩上鞋垫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柔软。这整个脚压上鞋垫之后，像是陷在鞋垫里面一样，完整的把脚掌固定住。侧的 TPU 则是针对 V4 的那种开放感，又做了一些修正，也不像 V3 脚后跟被卡住的那种感觉，变得更贴合脚踝的两侧。Absorber 的材质虽然让脚感偏硬，作用的感觉是没有像98那么高，不是比较偏低的一种沉稳感，但也提升了久走不累的持久性。尺寸的话，台湾公司会一开始就直接进21楦头，如果是拿低楦的话，就照原本的大小拿即可。21的话可以考虑小半号，直到现场试穿过最准。外形来说，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V2 不用说是这里面最帅的，3、V4、V5 则是有比较类似的设计，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传统外形的 V1。V3、V4 的 Q 弹感让人印象深刻，我个人会比较偏好于开放感、平稳感较多的 V4。但以整体各面向的评分标准来看，如果一定要从中选出一款的话， V5 则是各项当中最均衡也最耐久走的。当然以上这些心得都是我个人的感觉，相信你的想法一定跟我不一样，就请留言一起来讨论，顺便参加抽奖吧。谢谢大家的支持，做影片方面我真的还是幼班，不过就以一颗分享的心跟大家分享这些 New Balance 的情报。我想说借着岁末年终的机会来办一个小小的抽奖活动。这次的参加办法很简单，订阅这个频道，按赞这个影片，留言说说你最喜欢的990是哪一款以及原因是什么。没有990的朋友也可以分享，看了前面Leo介绍的5款990之后，你最想买的是哪一款，以及吸引你的点在哪？当然只想跟大家讨论，不参加抽奖的朋友也请注明不抽奖。
参加抽奖的留言期限到12月31日为止。当然过了这时间也可以继续留言讨论，没有问题的。我会从中抽选出3位朋友，分别赠送 RCP-150鞋垫一组，尺寸可以自由选择。详细的中奖名单会在2022年的1月2号晚上公布在这个影片的说明栏以及留言置顶。这是要请中奖者主动跟我联络哦。不知道今天这个990分享的影片看完的感想如何？喜欢我的分享，请帮我按个赞。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也请记得订阅哦。我们下次开箱见，拜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们 V1 跟 V2 会用英文讲，然后 V3、V4、V5 又要变成中文的方式来讲。